外面如此嘈杂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无双姐，姓勾的2个魔头太可恶了，竟然强制性的替我们去城隍府邸征收纳税，弄得整个曼陀城唉声载道。那些修士全都要来我们城隍府讨个说法。姓勾的2个魔头，就是之前你师父查到的血姬的2个兄长是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他俩。他们就是曼陀城最可恶的魔修，烧杀抢掠，强收保护费，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。你受了曼陀城内那股气息的影响，你修为不高，所以容易受此影响，对修炼有碍。这个灵泉露能让你保持头脑清晰。多谢无双姐，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点呢。姓勾的2个魔头强收了多少玄阴石？师傅在前面统计了一下，足足有10万块下品玄阴石。这么多，出去看看。让醒目的新城隍官出来给我们个交代，天天躲在府里当缩头乌龟，丢不丢人？还我们玄阴石！对，还我们玄阴石！新城隍官，你终于舍得出来了，还我们玄阴石！我们辛辛苦苦赚的玄阴石，你必须赔给我们！老道都说了很多遍了，你们的玄阴石是勾奇、勾平2个魔修收的，不关我们城隍府的事啊！你胡说！他们说是替你们城隍收的税，你们就是一伙的。还没到收税的时候，你们就合起伙来，在我们这些修士身上薅羊毛，这不合规矩！我们要去城隍所告你们的状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听我说几句。首先，作为曼陀城的新任城隍官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勾奇、勾平2魔修与我城隍府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们的恶劣行径为我所不齿。所以以后如果他们还要强制收保护费或者收税，就来这里找我，我会给大家一个公道。呸！你说的都是鬼话！你跟勾奇、勾平2魔头就是一伙的，你们就是想压榨我们的玄阴石。对，把玄阴石还给我们！我的9头鸟最喜欢吃修士的肉，它野性未驯，连我都拉不住，你们可得小心点儿。要让我赔玄阴石也不是不行，作为我的子民，这一次让魔修头子打着我城隍府的旗头去收敛玄阴石，的确算是我的失误。这10万下品玄阴石就作为我给大家的赔偿。不过在这曼陀城，只有鬼修才是我的子民，只有我的子民才能分到这10万玄阴石，其余的妖修魔修全部只能算是外来者。你们要住在曼陀城也可以，但是必须给我缴纳入城的玄阴石，否则就别怪我将你们驱逐出去。我们就不缴纳玄阴石，你说话算什么？你们竟敢无故伤人！曼陀城我说了算，你又算老几？本城隍官乃是曼陀城之主，你对我不敬，念在你是初犯的份上，9头鸟只给你一个教训，下次再犯，拿走的就是你的小命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们老大一定会来找你麻烦的，我讨回公道。城隍官，我们不用你赔玄阴石，只要你说话算数，把这些妖修魔修赶出去。你们放心，这个月之内我会彻底肃清曼陀城，还曼陀城一个清净。但玄阴石还是赔偿给你们，不过你们要拿好了，不要被外人抢了去。若是遇到了抢奖的事儿，可以直接来城隍府找我，本官给你们10日时间收拾铺盖滚人。如果不想滚，那就每个月缴纳1000块下品玄阴石给城隍府，要是交不上，那本官就会采取本官的方式赶人了。1000个玄阴石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老子是不会缴纳玄阴石的，看你们怎么赶老子！太可恶了，我去告诉寇老大去，让他们来收拾这个小娘坯。这些玄阴石就由你分给他们吧。真给呀？当然不是白给，我会让高姓2兄弟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无双啊，他们2兄弟的修为在极限巅峰的样子啊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觉得还是要暂避锋芒好一点。放心吧，发放给大家的玄阴石大家可要收好了，不过你们也不用害怕，只要有人敢觊觎你们的财产，
你们只需要呼叫九头鸟，咱们的执法者九头鸟就会给你们主持公道。孩子，冥王会保佑你的。是啊，冥王一定会保佑你的。你不用怕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所有的鬼修都是你坚强的后盾。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身后。我们不会让别人伤害你的，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我是曼陀城的城隍官，你们就是我穆无双的子民，保护你们是我义不容辞、理所应当做的事情。你们放心，10日后我会给你们所有人一个全新的曼陀城。那些外来者，包括所谓的曼陀城老大枸杞两魔头兄弟，如果不来缴纳玄衣石，10日之后我会让他们知道我们曼陀城的规矩。让我们知道他的规矩，笑死老子了！老子就从来没有见过敢这么大放厥词的人，还他娘的是个娘们儿！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，敢说出这种话。他难道是要请卞城主过来给他撑腰不成？哼，就是请秦广王过来给他撑腰，老子也要弄死他。我们的妹子说了，楚江王正故意刁难卞城主，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他不会有多余的心思放在一个才认了这么几天的义女身上。放心好了，等10天之后他自己找上门来，我们再光明正大的折磨死他。血姬大人都这样说了，看来那女鬼修真的死定了。那个小娘们最多金丹初期的修为，竟然敢与2位老大叫板，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她呀！早知道这小娘皮这么可恶，当初老大你们自己来当曼陀城的城隍官多好啊！你懂个屁！老子对这城隍官不感兴趣，抢来的玄阴石进了自己的口袋才是正经事。让老子当城隍官还得管七管八，把唾手可得的玄阴石缴纳上去。哼，傻子才会当那狗屁城隍官。是，老大说的对，是小的太愚蠢了。嘿嘿，就等10日之后，那个小娘皮自己找上门找羞辱，到时候老大们大发神威，让曼陀城的鬼修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谁才是曼陀城的老大。没错，就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，谁说话才算数。大哥，咱们的人被那只九头鸟给弄死了，我要去杀了那九头鸟包鸟头汤，不然我们2兄弟的脸往哪儿搁？这你就沉不住气了？九头鸟还不能动？为什么？不就是一头鸟吗？你以为那个女鬼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鬼修拥戴？哼，要不是有那只九头鸟，他算个毛啊！电城王也不会认他为义女。大哥，我就搞不懂了，既然九头鸟对他这么重要，为什么不杀死他？他就少了个帮手了。蠢货！正是因为九头鸟太重要了，在鬼修心里无异于冥王显灵。我们要是杀了九头鸟，就会被整个冥界地府的鬼修记恨。你别忘了，10大岩殿还有2个鬼修是殿主，尤其是那个秦广王，连楚江王这种存在都一直忌惮。我们要是弄死了，将来别想活着从地府出去。还是大哥聪明，我这只脑袋只用来修炼，我算是明白了。九头鸟不能杀，我们只能杀死穆无双那个小娘皮泄愤了。哟，今儿个这么热闹，是枸杞和勾平2个魔修头子，他们怎么来了？这10日期限已到，你们身为外来者，必须遵守新城隍官的规矩，不愿意缴纳玄阴石，就立即离开曼陀城，否则什么？赶我们走吗？哼，那小娘皮呢？怎么还不出来？老子等着他来赶我们走呢。就是，我们现在亲自过来了，倒要看看这个新的城隍官到底怎么把我们赶走。是谁打扰了本宫的清梦？10日之期已到，本官还未上门去，你们就自己过来，是来缴纳玄阴石，还是来找死啊？老子缴个屁！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！
也敢对我等颐指气使？不缴纳玄阴石，那么看来你们是来找死的了。两个老大，必须杀了这个女鬼修，否则这些鬼修们以为我们好欺负。大家放心，在这曼陀城里，永远是我和我大哥说了算。兄弟们，今天谁也不用缴纳玄阴石，谁也不用离开曼陀城，看他有什么本事可以施展出来。不，曼陀城是新城隍官说了算，不是你们这些外来人。你胆子够大呀，敢对老子说这种话，老子记住你了。等这件事情过后，老子就去杀你全家。你这个大娃！本官不喜血腥，但你要杀我的子民全家，本宫就杀你全家。老子还是小看了你。不过，你以为光凭你金仙中期的修为，就想教训老子兄弟俩吗？老子刚才是没防备，才让你打了一耳光。勾起勾平，本宫最后再说一遍，你们如果现在不缴纳玄阴石，也不滚出曼陀城，本宫将会按照本宫定制的规矩将你们格杀勿论。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，本官会留你们一条狗命。好一个格杀勿论！老子今天就要看看你怎么个格杀勿论！老子今天就要把你剥皮削骨挂在曼陀城上。既然你们这么想杀本官，本官就让你们两个一起上，咱们生死自负。你自己说的生死不负很好，这回就算电城王再过来，也救不了你的烂命。受死吧，臭娘们！哈哈哈，他知道怕了，不过太迟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死不足惜，这就怕了？我们连最强的招式还未动用呢。这可怎么办？无双姐才金仙中期的修为，怎么和勾平、勾奇两魔头打？如果皇叔知道，他应该很欣慰，有神器能保护自己吧。一把破弓也敢拿出来，都到死临头了，犹不知啊！奶奶的，你们才是破弓！神器，竟然是神器！快跑！逃？想逃到哪里去？学姐，救我们！谁敢上我兄长，找死！兄长，你竟然杀死了我的2个兄长！你长了眼睛不是吗？还明知故问。你叫穆无双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停，曼陀城是本官的地盘，你现在在我地盘上，如果你不想滚出去，最好先给本官缴纳1000块下品玄阴石。穆无双，我血祭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。本官等着。封闭城门，进城需要缴纳1000下品玄阴石，有谁愿意替本官镇守城门？我愿意，我也愿意。鬼修城外是被这条河包围着的，在很久以前，这条河还很有气势。它是冥河的支流，只可惜冥河几经干枯了，现在就成了一潭死水。冥河边任何植物都无法生长，除了曼珠沙华。无双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，什么种子都不能在这里活下来的。冥河的曼珠沙华几百年前就死光了，所以这世上啊，谁也无法让冥河边上开花。
是什么事？见鬼了吗？长出来了！这是曼珠沙华。可是曼珠沙华不是一夜之间全部死光，连种子都失去了生机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无双，你哪来的曼珠沙华种子？我碰巧所得。为何曼珠沙华会在几百年突然一夜之间失去生机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地府的衰败其实不是冥王陨落后就立即开始衰败的。从前地府极为强大，曾是仙界最强的势力之一，掌管生死轮回。冥王手下有10方炎殿，全是仙王以上的实力。而秦广王更是仙尊境界的实力，被人称为冥界继冥王之后最有可能成帝的第2人。第2人？难道还有比广寒王更厉害的殿主吗？不是其他殿主，而是冥界公主。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还有一个冥界公主？冥界公主冥王唯一的女儿，带着大气运出生，在整个仙界都是赫赫有名的天之娇女。她在我们鬼修中的地位无异于冥王，修为在秦广王之上。在冥王死后，冥界公主就是地府的主宰。当时在她的带领下，地府依旧很强大。然而有一天，冥界公主也陨落了，地府开始迅速衰败起来。冥王那么强大，为何会陨落？冥界公主又是怎么陨落的？就是因为冥王太强大了，引起了其他仙帝的忌惮。冥王的轮回镜是一件太古神器，也是整个仙界唯一的太古时期的神器，威力惊人。那时人人都说冥王就是下一个仙皇，他是5大仙帝之中最有可能成为仙皇的人。当时3位仙帝联手，才使得冥王重伤。9头鸟死，轮回镜也彻底破碎，不知遗失到了何处。3大仙帝也受了重伤，但3大仙帝为了赶尽杀绝，请来了唯一的一位仙皇，杀死了冥王。冥王死后几十年，恢复了伤势的3大仙帝想起了冥王之女这一祸患，便也将她引出冥界杀害。冥界公主一死，冥河水断绝，曼珠沙华一夜之间失去生机，地府大气运被彻底抽空。没有大气运庇护，地府开始走向衰败。冥界公主的大名，老道当年在灵界都经常听闻。她容貌出色，被称为仙界之一美人，还有着天才之姿，不知令多少天之骄子神魂颠倒。她还有一段旷世情缘惊天动地，不过却是一段孽缘，不说也罢。说来，冥界公主与你有缘。为何？她叫无双公主。无双姐，要不是无双公主已经神魂俱灭，再也无法轮回转世，我都差点以为你是无双公主的转世呢。你有9头鸟，又有强大的修为，还有着令鬼修想亲近的魅力。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当年的曼珠沙华全部失去生机，但现在他们不是又盛开了吗？所以即使地府大气运被抽干，也有回来的一天。地府总有一天会变得强大起来。无双姐说的没错，我们鬼修这么团结，绝对会有强横的一天的。凶煞之气最重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府邸之下，我想下去看看。什么？不行，不能下去，下面是大凶之地，进入了九死一生啊！无双啊，你听老道一句话，下面进去不得呀。老道，你懂得挺多啊，难不成你以前是专门盗墓的？我上回好像听你说什么老本行，不会真的被我猜对了吧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无量天尊，老道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师父，当初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在灵界要想盗墓的本事，你敢说第一，没人敢说第二。在盗墓仪式上，你天赋异禀，无人能出其右。有多大人物家里老祖宗的祖坟都被你给挖空了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，老道编故事给你听，你就当真了，真是蠢。
既然如此，我自己下去看看好了。这府邸下面有块岩石层，坚硬无比，就是仙气也很难劈开。无双，你还是算了吧，就别想这底下的事情了。不解决掉这些凶煞之气，曼陀城的鬼修就会一直受其影响，不仅会导致修为进展慢，还有可能导致心魔。我身为曼陀城的城隍官，必须要为他们解决此事。至于下去的事情，我自有办法。8阶丹药，暴殄天物啊！那些4、5阶的妖兽哪里用得上8阶丹药啊？没关系啊，我还有几万颗呢，改天你帮我处理掉吧。什么？你不要告诉老道，你其实是个炼丹师。你更不要告诉老道我上回的那2颗9阶丹药是你炼制的。啊，你说的没错啊。无双姐，你是9阶炼丹师。无双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？那他们是你叫来的？准确来说是我召唤来的。你真的是召唤师？没错，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只能召唤3阶级以下的仙兽。老道发现老道眼光真是好，当初在城外一眼就觉得你必是大器。你当时分明就是想着怎么坑我。无量天尊，老道那是策略。在仙界，召唤师的数量很少，除了你，还有一个大势力家族也全是召唤师。不过那个家族认为他们才是正统的召唤师血脉，不允许其他人不是其家族的外人拥有召唤师的能力。所以无双，你得小心谨慎地使用你的能力，不要被那个家族发现了。这个家族是不是姓赫连？这个家族是不是姓赫连？是啊，看来你也听说过他们。赫连家族作为仙界唯一的召唤师世家，名头的确十分响亮。无双，你可得小心些。赫连家族若是知道你也是召唤师，而且还这么强大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说这个，老道，你觉得我请来这些金甲兽能不能挖穿这地面啊？你连金甲兽都请来了，还一次性请了100多只过来，你不能挖穿谁能挖穿？哎，无双，你不会是真的要下去吧？底下真的是大凶之地，老道我算过了，真的是9死1生啊。9死1生又如何？必死之地我都去过。老道，我知道你其实很心动，对于一个专门盗墓的高手，是不是经常会觉得人生寂寞如雪，普通的墓地已经勾不起你的兴趣啦？如今出现这么一个大凶之地，你一定很手痒痒吧？别胡说啊，老道早就金盆洗手了。这么快就到底了，仙兽果然非同一般。真假兽在仙界钻洞的能力堪称前3，当然速度快了。都出来吧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他们说底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骨架，辛苦你们了，你们从地底回去吧，不要被人发现了。哎，师傅，我也下去看看。我看你是想找死，下面哪是你能下去的？你在这儿等着，不让其他人过来。师傅，您老人家早就想下去了吧？装的跟真的一样。这不是？没错，这就是9头鸟。那你的那只9头鸟是假的？什么？你的9头鸟是假的？这还能造假？无双，这只9头鸟的恶魂第一眼就看见了你，所以锁定了你，你快点上去。
行，万一他跟着上去，整个曼陀城的修士都会受到伤害。九头鸟生前难道有仙王以上的实力？小心！公主，你的要求太无理了。这世上只有我一只九头鸟，如何能生下小九头鸟给您当座驾呀？更何况我是雄性啊！不行，爹爹有坐骑，我也得有。我不管，你得自己想办法。公主也非要九头鸟当坐骑不可吗？那是当然，我乃冥界公主，必须骑着九头鸟才威风。我呢，不会和爹爹抢你的，你只需要跟我。可惜丢了一魂，否则公主能如愿以偿了。凤凰！我天哪！这一魄本就是九头鸟的，它全身血肉和灵魂要聚集在一起，才能变成一颗有生机的九头鸟蛋。九头鸟蛋？无双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个鸟蛋可以孵化出新的九头鸟？不出意外的话，这颗蛋里就是真正的九头鸟。等等，无双，你先告诉老道我，你的这只凤凰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小爷我当然是真凤凰，如假包换。真是凤凰啊！神兽凤凰无量天尊啊！老道这是撞上什么狗屎运了，竟然能看到凤凰神兽！无双，快去滴血认主，这只小九头鸟就是你的了。它不会飞。怎么会这样？臭不要脸，死皮赖脸的小凶兽！小爷我还从来没见过哪只兽会死皮赖脸的自己认主的。哼！无双，你老实交代，你爹是不是姓天名道？你就是天道之女吧？不然怎么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能发生在你身上？我要真是天道的女儿就好了，哪还有这么多坎坷，又怎么会与最爱之人分离呢？说不定你面前的坎坷只是天道给你的试炼。你是老道见过气运最好的人，你要知道，气运这种东西玄而又玄，可以被剥夺，也可以自己争回来。老道觉得你有无限的可能，即便是灵界那些最有希望成为先帝的弟子，也不如你的上升空间大。你现在拥有了真正的九头鸟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你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冥王。主人要当冥王？乖乖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被真正的九头鸟认主，说明冥冥之中你已经被地府所承认，你的身上已经连接了地府的气运。马屁精！被九头鸟认主应该是误打误撞，至于我身上连接了地府气运这话，我觉得太夸张了。嘿嘿，老道我修为不高，看人还是很准的，大不了咱们拭目以待啊。既然小九头鸟已经认你为主，咱们得想办法让它快点长大才行，不然就露馅了。外人还以为你有2只九头鸟，就是不知道它吃什么东西。但是九头鸟死后血肉神魂所化，对小九头鸟来说应该是大补。无量天尊，好多宝贝啊！无双啊，九头鸟的食物难不成就是玄银石？那咱们得赚多少玄银石才够它吃的啊！还真是被老道你给猜对了，1000块上品玄银石只是他1天的食量，准确来说，上品玄灵石也行。这哪是养了一只鸟啊，
这分明就是养了一只卫士无底洞的饕餮吧？得嘞，老道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既然他跟了我，无论如何我也会让他每天都吃饱的，大不了多炼几炉九阶丹药卖出去。地府不好卖就去半沙城卖，半沙城不好卖那就去妖界卖。诶，让老道我看看。是冥王的玉玺吗？难道是传国玉玺？那种拿到了就能登基当冥王的玉玺？这个宝贝可比什么传国玉玺来头大多了。无量天尊啊，老道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比传国玉玺来头还大？那是什么玉玺？太古时期的文字已经没有多少人认得了，恰好老道我深谙此道，这几个字是永生之门。永生之门还不如传国玉玺呢。莫非你连永生界都不知道？永生界自古先皇先帝最想进入的地方，据说进入了永生界就能得到永生。无双，你应该知道，即便是身怀大气运，成为了先帝先皇，也决然无法得到永生。到了先皇那等至高的修为，可以藐视整个仙界与众生，却也要面临老死的危险。100万年的寿命在我们眼里是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但是在先皇那等境界，弹指一挥间就是几万年。从散仙到先帝先皇，至少也是10几万年，甚至几十万年的光阴。当成为了先帝或先皇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渴望永生的力量。你知道永生界是什么地方吗？永生界里藏着长生的秘密。相传在太古时期，许多先皇都进入了长生界，从此在长生界中长生不死，获得永生。那这块印着永生之门的玉玺有什么作用？据说仙界散落了4枚刻有永生之门的永生玉玺，只要找齐永生玉玺就能打开永生界。更重要的是，永生玉玺象征着气运，谁能得到永生玉玺必定会拥有大气运。无双，你要相信这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。老道，你这话也太夸张了。你想想，这块永生玉玺是在九头鸟这里找到的，说明这肯定是冥王的东西。如果真的代表了大气运的话，冥王又怎么会陨落？你这话就说错了。无双，你不知道冥王是什么人，你如果知道冥王的人生经历，你就不会说出这种话了。愿闻其详。冥王这个人精才精艳，是老道极为佩服的人。当年的5大仙帝，他一人就能顶起一片天。他的陨落象征着那个时代的落幕。要说冥王的人生经历，就是说上3天3夜也说不完。老道我还是简单的跟你讲一讲吧。冥王飞升仙界之前，只是小3000世界的一个普通的灵修。那时候还没有世道轮回，人死了就如灯灭，魂魄很快就会消散于天地间。小3000世界，冥王在飞升之前都很平庸，在渡劫飞升之时死于了天劫之下。死了？没错，他不仅死在了天劫之下，就连神魂也被天劫打碎了。但他并未魂飞魄散，而是一缕神魂从天劫底下逃了出来。他执念极深，花了300多年的时间，终于恢复了神魂。仅仅只是恢复了3魂7魄而已，还无法修炼。后来他自己创造了鬼修的修炼方式，给神魂塑造了肉身，并不断的自己摸索修炼，又用了近1000年的时间，走了无数的弯路，才终于以鬼修的身份修炼到下界的巅峰，再一次的渡劫飞升。身为第一个鬼修，自然不受天道认可。据说那场天劫震天动地，连仙界都感到了震动。然而冥王不仅成功的度过了天劫，还一举进了数界。
进入到了仙界之后，他被当成异类，受到了各种排挤。但冥王一路碾压统领人，很快就名声鹊起。在之后，他获得了太古神器轮回镜，自己领悟了轮回法则。才1000年时间，他成功进阶仙帝，是5大仙帝之中最快晋升仙帝之人。成为了仙帝之后，冥王并未闭关修炼巩固实力，而是回到了小3000世界，自创了冥界地府，掌管天地轮回。自从地府诞生，天下生物皆可进入轮回转世投胎，不想转世的灵魂也能修炼冥王自创的鬼修功法，将地府建在无数小世界。冥王才回到仙界，将仙界最南方的无主贫瘠之地变成了仙界地府的据地。从此，仙界多了一个冥界。冥界在冥王的带领下昌盛繁荣，风头无二。接着，冥王闭关10几万年，一举冲击到了仙帝7层的修为，已然成了仙界第2人。第1人是谁？第1人就是当时唯一的先皇血崖老祖。哦，就是血崖老祖最后杀死了被3大仙帝联手重伤的冥王。对，不过杀死冥王没多久，血崖老祖就老死了。至今几百年还没有出现新的先皇，所以老道觉得可惜。老道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冥王在几百年前才陨落，那为何早在几10万年前，下界的地府突然消失无踪了？冥王没有理由不管啊。你说这个呀，老道知道那么一点儿。先前老道我说到冥王闭关了10几万年，冥王闭关之前还只有他一个先帝。在冥王闭关的10几万年时间里，另外4大仙帝也陆续成帝，修为都不如冥王。但是在冥王闭关的10几万年里，他有个仇敌，也就是现在魔界的北玄仙帝，将他在各个世界的地府连根拔起，还把小3000界的成仙桥给弄断了，好像至今也没有修复。北玄仙帝为何这么狠毒？不仅破坏了地府，还要断了小3000世界的成仙之路。几10万年前，精彩绝艳的人太多了。北玄仙帝虽然不如冥王，但也不差。他也是小3000世界飞升上去的魔修。他和冥王早在都还未飞升之前，就已经是死敌了。具体有何纠葛，老道就不知道了。只知道北玄仙帝十分憎恨冥王，在仙界也经常针对冥王。可是冥王修为比他高那么多，为何没有杀死他？唉，那是因为北玄仙帝的靠山就是血崖老祖啊。血崖老祖最疼爱的一个后人嫁给了北玄仙帝，北玄仙帝就成了血崖老祖的自己人。有先皇撑腰，北玄仙帝气焰更加嚣张，处处挑衅。北玄仙帝在下界干的那些破事儿，冥王当然去找其算账了。凭着先皇之威，大杀魔宫，血染成河，差点取了北玄仙帝的首级。但先皇出手，冥王也受伤不小，几万年时间才恢复过来。冥王恢复伤势之后，又闭关了10几万年，想要一举冲破先皇境界，找血崖老祖报仇雪恨。冥王最后也只修炼到了仙帝9重的修为。之后冥王生了一女，收起了浑身的刺儿，也放下了仇恨，在冥界安心教养女儿。再后来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，3大仙帝联手让冥王重伤，3大仙帝也几乎重伤垂死。先皇出手，冥王陨落，但先皇也受伤不小，不久之后也陨落了。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冥王的妻子呢？这老道就不清楚了，也许是有什么心意所在吧。老道也从来没有听谁提起过冥王的妻子是何人。哎，无双啊，老道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气运很重要，这没代表了气运的永生玉玺能够被你得到。
就已经足够证明你本身就是气运深厚的人。冥王应该很早就得到了这枚永生玉玺，所以他才有气运真的这么重要？那是当然，老道敢肯定，你根本不知道仙界有几个弟子吧？还请老道赐教。看来今后老道要好好给你补一补仙界的课了。弟子有7个，乃是如今这年轻一代之中最有可能成为仙帝的气运之子。他们出生时就伴随着大气运，从小到大都是万众瞩目之辈。我懂了，只是如何才知道自己身负气运？这个很难说得清。所谓气运，世间万物都是应运而生。就拿凡界而言吧，都是百姓，但有的百姓能出人头地，大富大贵，有的却碌碌无为，苟延残喘。气运强者出生的起点就比别人高出太多，生而就是王侯将相，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气运弱者饥寒交迫，体弱多病，穷尽所能也尽是失败，成不了气候。气运看不见也摸不着，凡界和仙界就不同了。有些人得天道垂青，出生伴有天地异象，紫气东来，自带神通。而有些人的气运是后面得来，就如冥王，他不是气运之子，否则也不会死于天劫之下，但是他却碾压了气运之子，有可能就是这枚永生玉玺给他带来的气运。当然了，这只是老道我的猜测。我明白了，多谢老道替我解惑。总而言之，这枚玉玺对我而言是件宝贝，即使它不能给我带来大气运，也许将来有一天我能拿着它进入永生之门。谢什么，咱们都是自己人了。老道还指望着你强大起来，成为地府的一方人物，带着你的势力给老道杀回灵界呢。无双，老道我虽然爱财爱盗墓，干尽了缺德事儿，但是却从来没有干过大奸大恶之事。你可以放心，老道我人品没问题。你的这些秘密啊，老道只会烂在心底，只会帮你培养势力，不会出去说一句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我若是信不过你，就不会让你知道我的秘密。这玉玺你可收好了，千万不要暴露在外人面前。怀璧其罪，这等惊世宝物，就连先帝都会觊觎。放心，小九头鸟本是九头鸟给冥界公主的诺言，永生之门的玉玺应该也是冥王留给冥界公主的，拿了人家东西肯定要给人以回报。地府他一定会慢慢让其昌盛起来，把外来者全部驱逐出去。楚江王还没有派人来接我回第二盐殿。雪姬大人，你别急，楚江王今日在和卞城主相斗，等楚江王解决了眼下的事情，定会派人来接你。我能不急吗？那个穆无双杀了我的2个兄长，现在依然威风神气，受鬼修爱戴，让我的脸往哪儿搁？他该死，罪该万死！我2个兄长的储物剑都被他悄然取走，那里面本是我兄长给我买9件丹药的财产，却在我眼皮子底下被他拿走了。那陆无双真是胆大包天，无法无天。楚江王定会为您出气的，他威风不了几时了。说不定他已经被那几个狐妹子迷得把我都忘了。雪姬大人，我等奉楚江王之命接您回第二殿。陆无双，你等着，不久之后就是你毙命之日，我雪姬一定要亲眼看着你被千刀万剐。可恶！雪姬拜见义父。雪姬过来，让义父好好看看。
妹妹终于回来了，可让姐姐和尊上好想啊！听说妹妹在外面受了欺负，姐姐求尊上一定要给妹妹出头呢。无双啊，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，你能走多远，就只能看你自己了。尊上，你又吐血了！楚江王下手也太狠了。楚江王自从获得那神级功法，很快又进了一阶，就连你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他以后只会更加嚣张。要是有仙丹就好了，您的伤势也能恢复快一些。无碍，我准备闭关养伤，城中的事务就由你替我打理吧。变成王是真的重伤闭关了，他与楚江王本来势均力敌，可是不久前，楚江王在冥王殿的外殿发现了一本神级功法，又进了一阶，变成王不是对手，被楚江王打成了重伤。冥王殿，神级功法。冥王死后，冥王殿被冥界公主以秘法关闭，无人能入。楚江王、泰山王那些人一直在打冥界的主意，也许前不久被他们打开了外殿，所以让楚江王得到了一部神级功法。一般的神级功法应该也不会这么快让楚江王进阶啊。我猜楚江王的功法与财帛有关，就是那种意思。你怎么猜到的？我打听到最近好几个身份是魔修的城隍官在城内收集女魔修，送到第二殿去了。楚江王虽然好色，但是其本来就收了很多女人，现在又收集了几十个女魔修，肯定和他突然练的功法有关。一般这种采补的功法都能让人进阶变快。采补这种手段属于歪门邪道，你可不要学坏了啊！你等着看吧，楚江王以后肯定会出问题的。师傅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嘿嘿，你师傅我又没说你是那种人，我是告诉你，千万不许学坏了。你要是想开包啊，得找正经的黄花闺女。老不正经。老道，你可不要教会小孩子。我才不是小孩子，我和你差不多大。我连娃都有2个了，和你可不一样。切，你骗人，我才不信。无双啊，现在楚江王那边咱们不需要再像之前那样防备了，你有何打算啊？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舍得花学殷实，当务之急当然是赚钱啊。我准备闭关半个月之后去班沙城一趟。好，你安心闭关，曼陀城的事务老道会替你处理好。主人，您能炼制出9阶的丹药，是因为吃过一枚变成王给的丹药，就是9阶的。但是您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吃过10阶的丹药，您对其结构不了解，陷入瓶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是这样吗？是的，主人，您是天纵之子，在炼丹之道上绝对是前无古人、毫无来者的存在，您千万不要气馁啊！我明白了，你们放心，看来我要尽早去班沙城看看有没有10阶丹药和仙丹了。小柔儿又拔你毛了。活该！娘亲，妹妹现在正是喜欢乱抓东西的时候，我给她做的小玩具她都不喜欢，就喜欢玩羽毛。娘亲准备去班沙城一趟，到时候带你和妹妹出去玩一玩，也给你妹妹挑一挑有没有她喜欢的玩具。真的吗？之前刚来地府，危机四伏，娘亲不敢让你出来跟着娘亲冒险。现在危机解除了，娘亲可以放心些了。不过西西你要记住，仙界尔虞我诈更严重，在外需保持12分的警惕。
娘亲，妹妹看上的好像是个小动物，给她买吧。奇怪，他还没见过不听他沟通的灵兽。不行，他很凶，不能和你玩。妹妹，我们要听娘亲的话，要不你挑一个可爱温顺的小兽吧。哎，这个可以放进我们的水池里，你看它还会喷水呢。那就买这个吧，掌柜的。这小胖鱼我要了，娘亲啊，你快点给我买下来。这条鱼是我妹妹先看上的。哼，我才不管它是谁先看上的，我就要它。掌柜的，你这里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呀。哟，原来是钱夫人啊！您大驾光临，真是让小店蓬荜生辉呀！你这里太臭了，快点给我女儿把这条鱼打包了。掌柜的，这条鱼是我妹妹先看上的。你妹妹先看上的就是你们的了，你怎么不说整条大街都是你们的呀？哼，识相的给本夫人让开，好狗不挡道，别在这里碍了本夫人的眼。娘亲，他们一副穷酸样，一看就买不起。怎么回事，李掌柜？你家灵宠全吃错药了？不好意思啊，钱夫人，他们可能是饿了，要不您下次再来。不行，我要小宠鱼。灵儿小姐，上回就前几天，您不是才买了一条小宠鱼回去吗？那条鱼早死了，我也不喜欢它的颜色，我喜欢这个红色的。你还愣着做什么？快点捞起来给我呀！哎呦，那可真是不巧，这条小宠鱼啊，是他们先看上的，要不您下回再来？李掌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我的面子你都不卖了？李掌柜，我爹爹可是城主府的护卫，你这店还想不想开了？哎，钱夫人，灵儿小姐，小店做生意要讲究诚信，我都已经答应把小宠鱼卖给别人了，总不好反悔，是不是？您就不要为难我了。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得罪我了。好，很好，你们给我等着。哎，你们赶紧走吧，我看钱夫人他们还得回来找麻烦。不过是一个护卫的妻女，能嚣张到什么地步？一听你这话就知道你们刚来半沙城的。你们是不知道啊，城主府城主死后只有小城主当家，小城主是城主生前唯一的女儿，才几岁，什么都不懂。城主夫人又软弱，所以啊，城主府现在是2个大管家和护卫队长3人当家。护卫队长主要管的是城内的秩序和税收等，权力比2个大管家还大。他手底下有10个得力助手。我劝你们一句啊，还是赶紧出城吧，免得遇上了这个钱夫人，不会给你们好果子吃的。掌柜的，我们要是走了，那钱夫人的气岂不是全撒在你身上了？哎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我自有办法应对的。这个小宠鱼怎么卖？我们要了。掌柜的，这只小兽我们也要了。这只小兽已经在这里摆了1个月了，你们还是第一个想买的。不过它天性凶恶，不适合当小孩子的宠物。我建议啊，你们别买了。我女儿喜欢这只小兽，我们要了。它是什么兽？可有名字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兽，是一个男妖修在藏仙大漠里捡到的，只剩下1口气了。看它长得奇怪，才卖到我这儿来。你们若是真的想要，必须得保证不能伤害它，包括这个小宠鱼，不然我不会卖给你们。看来掌柜的是真心喜欢这些灵宠的。唉，我尽量给他们找个好归宿。像刚才那个灵儿小姐，我下次是说什么也不会再卖灵宠给她了。我可以代替妹妹发誓，一定不会伤害他们。掌柜的，我身上没有玄灵石，我这里有。没有玄灵石还想来买东西，真是笑死本公子了。原来是钱公子啊，真是有失远迎了。李掌柜，
你这是当老板还是当慈善呢？人家不带钱，你就把东西卖给人家了。要不我也来你这里买点灵宠回去吧。掌柜的，我虽然没有玄灵石，可是我可以拿这个底，这里面是2枚9阶丹药，就当是给掌柜的献礼了。2枚9阶丹药？哼，你当9阶丹药烂大街了？你说里面有2枚9阶丹药，就2枚？有本事你现在打开，看你那穷酸样，你能有9阶丹药？本公子现在就去吃屎！钱公子原来有喜欢吃屎的癖好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那钱公子就准备好屎，等着吃吧。小娘们，你敢打我？你喜欢吃屎，我能理解，但是一个大男人脸上竟然喜欢涂女人用的胭脂水粉，我就真的很难理解了。不过我对你为何喜欢涂抹胭脂水粉不感兴趣，你还是赶紧吃屎吧。你看那里正好有热腾腾的呢。你胆大包天，竟敢辱骂我，还敢偷我丹药！你现在立刻跪下，把9阶丹药还给我，再给我磕100个响头，我就饶你一条小命，否则我就把你儿子女儿的手脚掰断。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以我女儿来威胁我。你们2个给我上，给我杀了这个臭婊子！别过来！我姐夫是城主府的护卫，你要是敢碰我一根汗毛，你绝对死定了。是吗？我最讨厌有人威胁我了。我这几天就在半沙城，你要是有本事，大可以来找我报仇。你等着，我一定要你生不如死！等就等着，怕你不成？姑娘，你的丹药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还有，你赶紧离开半沙城吧，你真是惹上事儿了。丹药给你的，你收着就行。我今日在你店铺门前伤人，会不会给你引起什么麻烦？这你放心，我背后也是有靠山的，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。只是你……那就不用担心了。多谢掌柜的提醒，我们走了。姐夫，你要替我报仇啊！是谁呀？是个女灵修，她还带着2个孩子。姐夫，我是为了给姐姐出气才被她砍断手脚的，你快给我一点9阶丹药疗伤吧。姐夫，刚才那个女灵修给了李掌柜2枚9级丹药，你赶紧要过来。要不是李掌柜不卖给姐姐和灵儿灵宠，站在那个女灵修那边羞辱姐姐和灵儿，我也不会过来给他们出气的，也不会被砍断手脚了。李掌柜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与我作对！袁爷说的哪里话，我哪敢与袁爷作对啊？只是我做生意的有做生意的规矩，人家先来订了灵宠，我也答应卖给人家了。是您夫人来迟了一步，再早来一会儿，那个灵宠肯定卖给您夫人的。李掌柜，就算你这做生意讲规矩，那我问你，我小舅子在你门口被打伤成这样，你怎么给我交代？袁爷，您这话就是误会我了。我当时要出手相救，可是谁知那个女灵修竟然布置了一层结界，她的结界很强大，我根本进不去，而不是不救您小舅子呀。你这是在推卸责任，我也不让你赔偿什么，把你今天从那个女灵修那里得到的2颗9阶丹药给我，这件事我就不再追究了。袁爷，我不认为我要负什么责任，若是您硬要找我麻烦，那我们只好去找严管家主持公道了。李掌柜，别以为你和严管家是远房亲戚，你就可以扭曲事实。袁爷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。什么叫扭曲事实？这么大一顶帽子，我可不敢戴。你若真觉得我有错，你找你的周队长，我找严管家，看看我到底有没有推卸责任。来人，把那个女灵修的模样给我画下来，给我分头去找那个女灵修。姐夫，救我呀！姐夫，我可是为了姐姐和灵儿才被打成这个样子的，你不用9阶丹药救我，就不怕寒了我跟你手下的心吗？姐夫怎么会不救你呢？你可是姐夫的好小舅子呀！
姐夫的那颗9阶丹药早就吃了，这是我珍藏了多年的8阶丹药，你快吃了，然后让人抬你回去好好疗伤。姐夫，你一定要杀了那个女灵修，给我报仇。放心好了，姐夫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两位买点什么呀？掌柜的，我这里有点9阶丹药想脱手，我娘子让我来找你帮忙，看你能不能做中间人，介绍我和严管家认识啊。你恐怕找错人了吧？这么多9阶丹药，这不是和刚才那个女灵修一样的丹药吗？那个女灵修就是您的妻子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正好我还想把丹药还给他，不如就还给你吧。掌柜的，这是我妻子给你的，你收下就行。我若是拿回去，他会打死我的。而且我需要出手丹药，还需要你来引荐，到时候再送你1枚9阶丹药做报酬。那我可不能再要了。罢了，这2颗9阶丹药我就先收下，免得兄弟你挨打。不过你得告诉你妻子，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他，让他千万要小心啊。李大哥放心，我妻儿都已经出了城，绝对的安全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想见严管家，我带你去。不过你的丹药先收好了，才不外露。我要是坏人，你手里这么多丹药早没了。我妻子说了，你是个好人，心很善，让我对你100个放心。听雨山说，你有不少9阶丹药想要出手。没错，我要出手一批9阶丹药，不知道严管家吃不吃得下。好，10几颗丹药而已，你觉得老夫吃不下吗？当然不止10几颗。全是9阶丹药，这得有多少颗9阶丹药啊！老天爷，这至少有300-400颗9阶丹药吧？不多，也就500多枚9阶丹药吧。也就……品质很好，这绝对是一位很强大的9阶炼丹大师炼制出来的丹药，比老夫珍藏的品质更好，这太难得了。这位小兄弟，你准备全部出手？你刚才说的没错，这么多的9阶丹药我确实吃不下，我最多只能收下1半。那我就卖给飞凤拍卖行1半，另一半就送给严管家当见面礼了。送给老夫？看来这位小兄弟是有事想要求老夫呀。求谈不上，我只是想与严管家你合作罢了。都知道现在小城主没有实权，就算有严管家你的支持，也不过是夹缝求孙罢了。等严管家你寿元到了尽头，到时候小城主还不是成了周易与玄管家砧板上的鱼肉？老夫凭什么信你？我素未谋面，老夫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那边派来的人？再说了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下一个狼子野心的周易啊？我知道严管家肯定不信我，所以我才拿出这么多9阶丹药摆在你们面前。按照市面上的价格，这里相当有1亿上品玄灵石吧。我只是告诉你们，我不图你们什么，我就是看不惯周易和徐管家，想要将他们除之而后快。那你的合作是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我若是帮严管家解决掉了麻烦，我希望严管家和小城主能在半沙城给我行个方便。什么方便？让我在半沙城养个军队什么的。当然了，严管家不用担心，我的军队可以立下毒誓，不会针对半沙城。养军队？他要干什么？好端端的养什么军队啊？这里可是藏仙大漠之中唯一的一个城池，他养了军队有什么用啊？攻打地府吗？严管家，我若是能让你增加寿元的话，你就能多更多的时间保护你的小城主了。这样一来，你就不用担心你死后我会翻脸不认人，对吧？你能让严管家增加寿元？当然，我能增加严管家200年的寿命。200年？不可能的，
严管家已经服用过一颗增加寿元的10阶丹药了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增加他的寿元了。很多你以为做不到的事儿，其实都能做到，前提是你们运气好不好。不过今天严管家的运气很好，把你的水果分给严爷爷吧。严管家，您怎么了？蟠桃，这是蟠桃。蟠桃，就是可以增加1000年寿命的蟠桃。兄弟，这真的是蟠桃吗？竟然真的是蟠桃！太好了，严伯，你有救了。小兄弟，这蟠桃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据老夫所知，整个仙界也才2棵蟠桃树，而且都是在灵界，是2个大家族的圣树，很少会卖出。很多人想要求一颗蟠桃都是求而不得呀。我自有路径得到蟠桃圣果，不过实不相瞒，严管家手里的这颗蟠桃其实是个劣质品，3仙境以上的人吃了，最多能增长500年的寿元。而严管家，你吃过了能增长寿元的10阶丹药，就像再吃一颗10阶丹药不管用一样。这颗蟠桃只能增加你200-300年的寿元。这颗蟠桃虽然是劣质品，但是你可以放心，只要我们能够合作愉快，我有办法可以弄到最优质的蟠桃，再给你增加1000年的寿命。小兄弟，你真的能够保证你绝对不会做对城主府不利的事情吗？严管家请放心，我木生说话算话。严伯，我看穆兄弟为人真诚，这么多的9阶丹药，他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了，不怕我们私吞。还有这蟠桃，就这样放到了您手里，可见他对我们没有一点担心。他信得过我们，我们也要信得过他呀。小兄弟，这蟠桃老夫收下了，这个人情将来老夫一定会还。不过这些9阶丹药，老夫担当不起。这半沙城一下也卖不出这么多9阶丹药，如果你想出手，老夫可以让人去妖界给你卖掉。严伯，您快点把蟠桃吃了吧。穆小兄弟，你对老夫可如同再造之恩。你说的没错，老夫是运气好，不然也不会遇到小兄弟你，说不定几年之后老夫就已经被埋到土里了。你放心，这么大的恩情老夫来日一定报答。报答就不用了，以后还要麻烦严管家给我行个方便。没问题，老夫说了，只要你不做对城主府损害利益的事情，老夫任由你在半沙城做任何事情。剩下的一半老夫实在不能拿下，这半沙城就这么大，这些丹药最后多半也会卖到地府。为了提高价格，这些丹药会分批卖。穆小兄弟，你若是信得过老夫，这些丹药我给你卖出去，犬子如今在妖界做买卖，妖界涌入再多的9阶丹药也能很快卖出去。原来严管家的儿子就在妖界，那就是自己人，穆某自然信得过。不过真的再多的9阶丹药都卖得出去？那是自然。穆兄弟啊，严伯的儿子所在的地方是妖界10大城池之一的乾坤城，别说200多枚9阶丹药，就是2000枚也能卖得出去。那太好了，正好我这里还有3000颗9阶丹药，那就麻烦严管家让您儿子帮我卖掉吧。多少？就3000颗吧。3000颗9阶丹药，不知道严管家这里有没有10阶丹药和仙丹，我想一样买1颗。还真是不巧，不久前店里的10阶丹药和唯一的1颗镇店之宝的仙丹全都被人买走了。是谁买走的？是秦山王和楚江王的人。一群小人。不过小城主那里还有1枚10阶丹药，若是穆小兄弟着急要，老夫替你借来一用，以后你在妖界买了10阶丹药再还给小城主。穆小兄弟，丹药老夫给你拿来了。
严管家可是遇到了什么事？小城主是不是不愿意啊？小城主很懂事，也很相信老夫，知道老夫要世界丹药，就立刻把他父亲留给他的丹药给老夫了。只是这一幕被徐管家看到了，我过来的时候，徐管家去找夫人了。想也知道，他狗嘴里吐不出什么好话，老夫害怕的是夫人被奸人挑拨。严管家不用担心，几个时辰之后，我就把世界丹药还给你，你拿去给夫人，相信夫人就不会听信徐管家的挑拨了。几个时辰？只希望夫人不被徐管家这种奸人给挑拨了，别以为他是欺骗小城主的世界丹药。这个四脚兽洗完澡倒是好看了不少，居然是白色的嘛！我的小主人啊，这只四脚凶兽凶得很，不让你摸，你小心的踢你一脚。这只四脚兽还是很凶吗？那就做个笼子把它关起来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这样的灵兽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白泽。娘亲，什么是白泽？白泽是上古神兽，在上古时期本有4大神兽，分别为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凤凰、勾陈、应龙、白泽、麒麟和毕方。世人认为，如今世上只剩下青龙和凤凰2大神兽，其余的神兽都已经灭绝了。那小朱小雀呢？我们只是神兽朱雀的灵魂，化作了2个器灵。准确来说，我们已经不是神兽了。朱雀的确早已经灭绝了。娘亲，他真的是神兽白泽吗？怎么一点神兽之威都感觉不到？他脏成那样，又弱鸡的不行，别人只以为是什么奇怪的杂交小兽，怎么会往神兽上面想呢？就连我看书过目不忘，看见脏兮兮的他时，也没有想到他是神兽白泽呀。他太凶了，还是做个笼子把他关起来吧，别伤到了妹妹。罢了，他这么弱，不用关着，平时就让小猪、小雀、小凤凰、小九头鸟都看着点，有他们在，伤不了妹妹。小凤凰，小九头鸟。主人，你怎么又带回来只神兽？我是不是要失宠了？白泽是你小主人硬吵着要买回来的，不是我的。主人，这只白泽太弱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着小主人训练它，让它有朝一日能不给小主人丢人。上古神兽不该这么弱才对，肯定是哪里有问题。它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小猪、小雀，你们知道白泽的食物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神兽白泽喜欢吃魔鹰。魔鹰是魔族的婴儿，还是散仙境界以上的魔修于眉心中修炼出来的第2个分身？是后者。我的记忆传承里有白泽徒手撕裂魔神，抓取其魔鹰吞食的印象。我既然替我女儿把你买了回来，肯定会让你吃饱肚子的。你先饿一会儿，等我把事情解决，就去给你弄点食物回来。哼，还挺傲娇。夫人，属下完全是为了小城主着想啊！徐管家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不成？严管家就是看小城主年纪幼小不懂事，才把唯一一颗石阶丹药给哄骗走了。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，夫人一定要趁早决断啊！哎，夫人，老奴刚才也劝过严管家了，让他把丹药还给小城主。小城主不懂事，被他说哄就哄走了。可是那枚石阶丹药是城主生前留给小城主的呀，他却威胁我别多管闲事，否则要我好看。您瞧，自城主去世，严管家现在就已经完全变了嘴脸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严管家已经不配拥有夫人您的信任了。严管家不是这样的人吗？夫人，属下方才还听说严管家给一个年轻人拿了5000万上品玄灵石，刚刚又拿了小城主的石阶丹药，想不引人怀疑都难呐。您想想，前不久飞凤拍卖行卖给楚江王、泰山王唯一的丹药和石阶丹药，肯定卖了不少玄灵石吧？可是他没有把玄灵石拿回城主府的库房，一直攥在自己手里。加上这一次的事情，
说不定他早就联合外人，把拍卖行和几个店铺给掏空了，所以才把主意打到小城主的身上，想彻底掏空城主府啊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那枚时节丹药是本城主借给严管家的，严管家很快就会还给本城主，你们不用再多言。小城主啊，我们是奉先城主之命辅佐保护您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您好。您被严管家骗了都不知道，等事情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，就彻底无法挽回了。您让我们到时候如何去面对先城主啊？小城主，如果您相信严管家，我们大可去找严管家对峙，看他有没有想转移财产，有没有辜负小城主的信任，一探便知。夫人，您说对不对？你们说的有理，酱儿就听周队长和徐管家一言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娘也不相信严管家会做对不起城主府的事情，可是事实如何，我们不能听信一面之词。若是严管家没有做对不起城主府的事情，你们两人要亲口给他道歉。那是自然。老奴恭迎夫人和小城主。严管家，我听说你今天支了5000万上品玄灵石出去，给一个衍生的年轻灵秀，可是你却未曾来城主府给我和小城主禀报，这件事你怎么给个说法呀？回夫人，老奴这5000万上品玄灵石是用来给拍卖行购买丹药了。5000万上品玄灵石购买丹药，这购买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？需要这么多的玄灵石？据我所知，现在市面上一颗十阶丹药的价格也就300万上品玄灵石，一阶仙丹的价格也才2000万上品玄灵石。怎么，难不成严管家是收购了10几颗十阶丹药啊？还是收购了2颗仙丹呢？小城主，夫人，老奴可以保证绝对没有中饱私囊私吞财产，有什么话咱们可以进去说，老奴会给你们解释清楚。严管家，你不要用你的花言巧语哄骗夫人和小城主，小城主就是因为太信任你，才被你骗走了一颗10阶丹药。严管家，我与我夫君是因为信任你，才把这偌大的产业交给你打理，如今你私自拿走了5000万上品玄灵石，还拿走了夫君送给酱儿的10阶丹药，你让本夫人还如何相信你啊？本城主相信严管家不会私吞城主府的财产，而那颗10阶丹药也是本城主借给严管家的，不存在欺骗之说。酱儿，你年纪还小，你不能被严管家的表象所欺骗了。他说不出那5000万上品玄灵石的去处，就说明他心中有鬼。娘，我相信严管家有原因的，只是不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。您如果不信，我们进去听严管家如何说，您再做决断也不迟。严管家是父亲最为信任的人，我相信父亲的眼光。老奴知道小城主对严管家十分信任，原本老奴也不相信严管家会做出这等事情来，但是直到前些天，老奴看见了一桩事儿，才彻底改变了老奴对严管家的想法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今天老奴无论如何也要揭穿严管家的狼子野心，让小城主与夫人看清他的人品。徐管家，有什么话你不妨直说。老奴无意间发现了严管家让其心腹王管事转移财产到妖界的事情，趁着严管家没有察觉，老奴将王管事扣押了，并查搜到了2000万上品玄灵石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老奴绝对没有让王管事转移财产。人赃并获，而且王管事已经认罪，这一切都是严管家指使他做的。严管家，救我！我是受您的指使，这一切与我无关。严管家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夫人，老奴是无辜的，是被人陷害的，一定是有人勾结王管事，故意陷害老奴的。大家快来看看严管家是如何给自己脱罪的。整个半沙城，谁不知道严管家最信任的心腹就是王管事？
王管事和严管家，你可是出自同一妖族玄冰雕族啊！听说你都已经把王管事当成半个儿子，别人还能勾结他来陷害你吗？哼，严管家平日里表现得多么正直忠厚，嘴上说对城主府忠心耿耿，实际上却与同族一起转移城主府的财产。严管家，你对得起以前城主大人对你的信任吗？严管家，小城主，无论如何也请相信，老奴从来没有想过和做过背叛您和城主府的事。严管家，你不用再哄骗小城主与夫人了，事实证据全都已经摆在眼前，人赃并获，你再狡辩只会让人更看不起你。你认罪吧。认什么罪啊？严管家，您犯了什么事儿了？站住！你是什么东西？这里岂是你能过来说话的地方？来人，这个女人太凶残，喜欢砍人手脚，肯定是想要伤害小城主，将她抓起来。滚！狗胆包天！你是什么人？这里岂是你能撒野的地方？我是什么人，关你屁事！严管家，我刚才也听到了大家对你的指责，你怎么不把实情告诉大家，自己背这个污水呢？严管家的人品真是令小女人刮目相看，无比的敬佩。大家都说严管家私吞城主府的财产，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是如此，只是事关商业机密，严管家为了城主府的利益，不愿当众说明。你说的可是真话？我说的都是真话。放屁！你一定是严管家找来给他狡辩的人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若是还不滚，就不要怪我周易不客气。正所谓空口无凭，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有证据可以表明严管家没有背叛城主府的。这位姑娘，住手！谁知道你瓶子里是什么破玩意儿？拿开！世界九阳金乌丹！你这奴才，好大的骨胆！这是我与城主府严管家做交易的丹药，价值数千万上品玄灵石，你却将它们全部摔碎在地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你胡说！严管家根本不认识你。没错，这位姑娘手里的十阶丹药正是老夫向她购买的。本城主就知道严管家不是那样的人。你们看吧，严管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拍卖行，为了城主府的利益。周易，你打破了丹药瓶，实属失礼。本城主命你将丹药捡起来，并立即向这位姐姐和严管家道歉。小城主，您不要被他和严管家三言两语给欺骗了，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严管家拿了5000万玄灵石给了一个男人，而不是这个女人。你这奴才把手都伸进了严管家这里了，是不是连小城主那里也被你安插了眼线啊？严管家的确不是和我交易的，但是是和我夫君交易的。我来呢，就是特意来送这10阶丹药。本城主相信你，也相信严管家。看来是我误会严管家了。小城主夫人，就算严管家那5000万上品玄灵石是用来买10阶丹药的，但是王管事这里的2000万上品玄灵石可是人赃并获啊！王管事，你说是不是严管家支持你转移财产的？严管家，您快救我！我不是故意供您出来的。看在我跟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您可千万不能置我于不顾啊！夫人，小城主，您听听，王管事都已经承认了，是严管家让他做的。要不是我们抓住了他，他早就带着城主府的财产去了妖界了。我胆小如鼠，要不是严管家命令我这么做，我哪敢做这种事？严管家先让我带走2000万，然后造成我携款潜逃的假象蒙蔽你们，然后再自己拿着剩下的财产走人。他说城主太小，夫人又太软弱，以后肯定成不了大器，他自己又快死了，所以想拿这些财产去给他儿子。王伯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严管家，你少威吓王管事，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，这你如何狡辩也无济于事，你认罪吧。严管家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给本夫人解释清楚。夫人，严管家将死之人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老奴本来也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等事情，可是事实就是他辜负了贤城主对他的期望啊。
老夫我何时是将死之人了？怎么老夫都不知道？你寿元将近，以前县城主给你弄来了一颗10阶丹药为你延寿，但也只增加了几十年的寿命。现在都过去了这么久了，不是快死了是吗？严管家，我们理解你快死了，想把一切都留给你唯一的儿子，所以你背叛了城主府，你现在只需要认罪。我想以夫人和小城主的宽容，肯定会饶你不死的。徐管家、周队长，你们一直盼着老夫死，以为老夫死了你们就能如愿以偿吗？太天真了！谁还敢说老夫是将死之人？不可能！你明明只剩下几年寿命，半截身子都入了土，怎么还可能有几百年的寿命？老夫平时不喜张扬，但并不是说明老夫是任由你们欺负诽谤。老夫对城主府的忠心天地可见，倒是你们才是真正居心不良之人。我说，你们好像弄错了一件事儿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哼！这里没有你这个奴才说话的份儿才是。周队长，不要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就是一个下贱的奴才罢了。而我是飞凤拍卖行的贵宾客户，严管家的7000万上品玄灵石都在我这买丹药里。王管事手里所谓的2000万，压根儿就不是飞凤拍卖行的，而是他拿了徐管家和周队长的玄灵石，用来嫁祸严管家的吧？你胡说！我拿来拍卖的玄灵石是严管家亲手交给我的。我有必要胡说吗？这里只有20颗10阶丹药，就算1颗丹药算你，市面上的价格300万，也才6000万，还有1000万呢。我看你和严管家是一伙的，故意用20颗丹药换7000万上品玄灵石，为的就是掏空城主府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不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半沙城怎么会一次性出现这么多的丹药？如何？还有谁说严管家中饱私囊啊？严管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城主府，本城主倍感欣慰。可是，徐管家、周队长，你们冤枉严管家，还陷害严管家，罪不可恕。小城主，我们也不知道事情真相，是王管事欺骗了我们呀。是，老奴和周队长都是被王管事所欺骗，是王管事用心不良。我没有啊，是徐管家和周队长你。小城主，是王管事不敬，还冤枉陷害我们。属下怕他对您不敬，所以便将他直接就地正法。你们听信谗言，冤枉了严管家。本城主决定扣除你们1年的俸禄，命令你们立即给严管家道歉。等等，没规矩的东西，还不把地上丹药捡起来！你，周队长，你打破了丹药瓶，本该将丹药捡起来，否则岂不是说明我们城主府没一点规矩？严管家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是你和徐管家欺人太甚吧？你们平日里在半沙城的所作所为如何，所有人心里皆有数。你们鱼肉百姓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不敢反抗。今天你们还联合起来给老夫身上泼脏水，你们当老夫是吃素的不成？哈哈，严管家，今天这是一场误会，都怪王管事挑拨。我们其实也是为了城主府着想，一心为了城主府。将来咱们还得一同辅助小城主管理半沙城，还是别伤了和气的好。周队长，地上的丹药瓶毕竟是你打破的，你还是快快将丹药捡起来吧。夫人和小城主竟然来了拍卖行，那就上去坐一会儿，顺便看看拍卖行和几个店铺的账本。老奴早就准备好了，本来就准备这2天把账本拿回城主府给你们过目的。账本的事情不急，这位姐姐是拍卖行的惯客，不如一起进去坐一坐吧。
我儿子比你还大上1岁，你叫我姐姐怎么行？我姓穆，也可以叫我穆姨。穆姨，怎么两口子一个姓？这个很少见。严管家，今日是我误会你了，你不要见怪。你将来还是要好好辅助将儿啊。夫人放心，老奴曾先前在城主面前发过誓，会一辈子保护辅佐小城主。我叫上官将儿，将，红色的意思。我父亲说，生我的那日天上很多红云，便给我起名叫将儿。你呢？你叫什么？我叫龙。我叫穆玄熙。那我可以叫你玄熙哥哥吗？我身边还没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朋友。将儿，之前严管家找你拿的丹药被我用了，所以现在还你2颗。将儿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娘啊！小城主的修为在飞涨。什么？夫君临死之前，有秘术将一小半修为灌顶给了将儿，说如果遇到贵人，他体内封存修为的结界就会打开。嗯，什么贵人？娘，将儿不是故意的，差点伤到娘了。没事没事，将儿啊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呀？我只感觉体内有很强大的仙力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。小城主别急，老奴会教您的。方才修为飞涨的时候，仿佛脑海里响起了父亲的声音，告诉他，让他体内破开结界的人是半沙城要世代守护的人。父亲说的人是穆姨吗？他不太明白，可是他知道他要听父亲的话。穆姨，我父亲说了，您是我的贵人，以后一定会孝敬您的，就像孝敬我娘一样。夫君说的肯定没错，穆姑娘啊，你是将儿的贵人，将儿孝敬你是对的。那个孝敬就不用了，将儿这么乖巧懂事，我也喜欢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成了将儿的贵人，但是将来将儿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到我的，可以直接找我。不如就让将儿叫你一声干娘吧。将儿，快叫干娘啊！干娘，贤熙哥哥，这干妹妹比自己还强，我得抓紧时间超过她的修为，否则在干妹妹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穆姑娘，你是不是拿错了？这些是我送给将儿的见面礼，将儿叫我一声干娘，结下了这个缘分，我又怎么能委屈她？将儿，这些你先拿着，等再过不久，干娘再送你一份大礼。不用了，干娘，将儿不能要。我娘给你是因为喜欢你，你若是不收下，就不用当我娘的干女儿了。爸爸很委屈。谢谢干娘，将儿将来一定会好好孝敬干娘的。哦，好香的桃子，谢谢贤熙哥哥。小城主夫人，这2颗桃子是蟠桃，不能被外人看见，否则一定会引起轰动和混乱的。什么？蟠桃？不行，蟠桃我们不能收的，这太贵重了。这2颗蟠桃是劣质品，只有优质蟠桃的1半功效，但它鲜嫩多汁，果汁甘甜。我平时用它来当普通的水果吃，给将儿只让它吃着玩玩罢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徐管家和周易现在这么厉害，都是大罗金仙巅峰的修为，而我们这边只有严管家你是同样的修为。如果他们联合起来造反，那我和将儿岂不是死定了？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不是说了要送将儿一份大礼吗？说的便是解决他们。可是兰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
夫人，奴婢刚才只是不小心靠在了门上，没有要听你们说话的意思。打死奴婢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啊！好一个不小心，从我们进来，你的耳朵就一直贴在了门上，听到了不少吧？奴婢没有偷听啊！娘亲，我看他不像在说谎，看在他是酱儿的贴身丫鬟的份上，就算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还摔了他一跤，赏他个桃给他吃吧。我儿说的是，那就赏他一个桃吧。奴婢多谢这位小少爷赏赐的蟠桃。你不是没有偷听吗？怎么知道这是蟠桃？奴婢没有，奴婢猜的。兰儿，本城主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大姐姐，当成值得信赖的人，没想到你却背叛了我。之前本城主让你来给严管家报信时，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你应该早就到了。可是我们来的时候，你才刚同严管家传话，你也不用再狡辩了，你说的话，本城主一句都不会信了。饶你一命也不是不行，不过就要看你如何表现了。你给我吃的什么9阶绒长丹，300万上品玄灵石1颗，今天便宜你了，别着急呀，又不是没有解药。你要是想活着，那就乖乖听我的话去做。